極限操作未必人知，輔助都可能係 MVP。大家好，我係地球 NPC。今集萬物皆可腐為大家帶嚟嘅主角係所有坦同治癒嘅噩夢——火人布蘭德。布蘭德嘅機制相當簡單，而且技能 CD 都好長，唔需要頻繁咁樣去做操作，絕對適合新手去試一試。最大特點係所有技能都有燃燒效果，可以延長對方受傷嘅時間。基於呢個特點，佢好適合出麗安卓的苦楚或者惡魔之勇，配合埋遺忘寶珠，就可以用一個技能打出9至10秒嘅重創效果。由此我哋可以發現，如果對面有好強嘅回血陣容，或者有好多坦嘅話，我哋好適合用火人會嚟做 support 嘅。布蘭德嘅符文同埋出裝都係圍繞住持續傷害嘅特性。符文方面，首選係奧術衛星，喺一個天輝裏面去打一套，基本上都可以 trigger 到2次。其次係靈魂收割，因為喺持續傷害嘅過程當中，只要對方嘅生命過咗嗰條線嘅話，靈魂收割都會 trigger 嘅。其他符文方面，基定神骸係直接得益，可以延長到回魔嘅時間，從而提升回魔量。靈藥就好局限於究竟你呢一場會唔會出冰杖，狡詐獵人亦都好視乎你呢一場會唔會出盧燈驟雨。火人嘅核心裝備並唔係咩神話裝，並唔係咩傳說裝，而係800蚊嘅遺忘寶珠。佢未有惡魔之勇或者麗安卓的苦楚嘅情況之下，一招普通嘅技能就已經可以令到對方有7秒鐘嘅重創效果。火人冇咩好華麗嘅操作，作為一隻消耗型嘅輔助，響對線期間，你最主要嘅目標就係點樣去磨人哋嘅血。double 搖技範圍最廣，亦都唔受兵線限制，係最適合做輸出嘅技能。用嘅時候最好混雜於敵人嘅兵線當中，就算打唔中敵人都好，後續都可以用 E 技能進行淺傷嘅傷害。你嘅 Q 技命中有燃燒狀態嘅敵人係會有暈眩效果，所以當對方燃燒嘅時候，你扣住 Q 技係會施加到對方壓力。團戰嘅時候，火人係好適合打傷害，但係有個更重要嘅職責，就係將重創效果交落敵人身上面。就正如之前所講，火人單一技能就已經可以做到10秒嘅重創效果，所以有時呢800蚊阻止到人嘅回血量，係可以同面具所做出嚟嘅傷害媲美嘅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就係實戰片段，素材嚟自彈性排位，大約白金段左右。對線期我哋手比人長，可以不停咁放技能，再配合埋氣定神閒，基本上我哋嘅魔係唔會話唔夠用嘅。而火人嘅技能範圍都好大，就算打中唔到人都好，都可以限制到走位，就更加唔好講話喺塔底嘅時候，只要敵人有兵線，成個塔底範圍都係我哋嘅攻擊距離。作為消耗型輔助，前期冇人血係好重要嘅。咁樣即使人哋可以做到反擊都好，都因為血量嘅關係而唔可以打到最底。翻去第一件裝一定係出遺忘寶珠，咁樣可以最大化我哋嘅重創效果。以呢場為例，我哋一開始買一件重創裝，就注定對面布雷爾係冇可能起飛嘅啦。相較於之前團戰，而家布雷爾就好似俾我哋剪咗口氣嘅蚊一樣，吸唔到任何血。即使俾佢少一個 level 也好，我哋得一半血也好，佢都逃唔離佢自己嘅機制，一定會俾我哋暈，一定會俾我哋打逃。最重要嘅係佢唔會回到半絲嘅血，逼住喺呢個階段都要開始出保命裝。所以你有陣時見到有啲裝備嘅勝率可能特別高，有啲裝備勝率特別低，好多時係因為係逆風牆啦，定還是順風牆所造成嘅。簡單嚟講啦，殺人書嘅勝率一定係最高嘅，如果以單件嘅裝備嚟講。但大家都知道，你逆風嘅時候你唔會出呢件裝，所以你出得呢件裝一定係順風，就造成有個錯覺，好似呢一件裝好犀利，就係一定要出咁樣。逆風牆點樣出裝其實係另一回事嚟嘅，點樣將只有30% 會贏嘅逆風牆打到去可能有40%，呢一個數據係好難話到俾你知，所以最佳嘅做法係要了解機制，知道喺咩時候應該要點樣應對。特別係對方如果係充滿缺陷嘅角色，你只要針對住機制嚟打，佢都即刻會變成經驗包。
呢場有趣嘅係，喺咁多翡翠嘅隊友當中，我去到中後段反而成為對方針對嘅對象。但都無礙我哋嘅工作，成功咁運用機制，變相令人打少咗2個，好輕鬆咁樣贏到呢場排位。節目就嚟到呢度，覺得有用嘅話可以俾個 like， 留低你嘅 comment， 表達下對今集嘅睇法。呢度係地球 NPC， 我哋下次再見。咁啊，搞咗我4日終於整完啦，耶！